一项重要协议被美国防长奥斯汀拿下，美国海警开始对华叫嚣，言下之意有了协议傍身，中国的渔船也照抓不误。大家好，我是肖云华。据环球网报道，近日美国防长奥斯汀访问南太岛国巴辛时，与该国成功签署了随船观察员协议。有意思的是，协议里面有一项条款，那就是允许美国海警在该国专属经济区搜查可疑船只，并且不需要巴辛官员在场观察。坦白来讲，我们不太理解巴辛为什么能够同意这项不平等的条约呢？因为在本国所辖的专属经济区中执法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本应该拥有的司法权利，但巴辛与美国签署了这个协议之后，就等于让渡部分国家司法权，这对主权国家的独立性而言可以说是莫大的伤害。但不管是什么原因，巴辛已经同意了。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与其他10多个太平洋岛国也在协商此事，都是要求这些岛国让渡主权，让美国在相关国家获得海上执法权。这种情况我们需要警惕起来，但是更需要警惕的是，要观察美国是否会在相关国家进行军事部署。从美国的做法来看，我们有理由相信美国下一步可能会这么打算。话又说回来，当美国与巴辛签署协议之后，美国海警开始嘚瑟了，直接对中国叫嚣起来。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美国海警发言人提到，任何在巴辛专属经济区捕鱼的渔船都要有可能被搜查，任何国界船只都不例外，包括悬挂中国国旗的船只。换句话说，美国海警的意思是，只要他们认为中国渔船涉嫌非法捕捞，那么根据相关协议，美国海警一样照抓不误。从美国海警发言人的表态来看，如果刻意提到悬挂中国国旗的船只，摆明了是在针对中国，刻意打压中国渔民在海洋上的活动范围，挤压中国渔民的生存空间。这种恶意的做法不仅让我想起银河号事件，当年美国以银河号轮船上载有危险化学品原料为借口，派出海军舰机强行逼迫银河号停船检查。迫于无奈，我国最终同意与美国以及他国检查人员登上银河号检查，但彻底检查完毕以后，仍然没有发现所谓的危险化学品。但明明是美国无理的情况下，对方依旧拒绝道歉，更不愿意进行赔偿。这种做法与态度严重损害了中国国家的尊严。那么现在几十年已经过去了，中国已经不是当年的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极大增强了中国的底气，所以美国海警想凭借所谓随船观察员协议对中国船只进行执法，岂不是想重新上演银河号事件吗？这种违背国际惯例的霸权行径，不但是中国不可能接受的，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接受。现如今的中国已经有足够的实力对美国说不。美国海警不是要叫嚣搜查中国的渔船吗？那就让他们过来，只要他们敢过来，立马出动我们的海警与美国海警硬碰硬，并且借此机会探一探美国的底，看看美国海警敢不敢动手。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得理不饶人，对待霸权国家不能惯着。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